雨下的这么大，太子殿下和帝大人去青南山的路，想必不会那么顺利。太子哥哥和紫元去接8万阴魂了，我虽不敢去见他们，但也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将军，您戍守边疆多年，守住了他们曾拼死保卫的土地，这便是对所有阴魂最大的高危。逝者已矣，生者如斯。我要向陛下请旨，善待还活着的帝家旧部。帝家10年前元气大伤，残存的旧部恐怕很难再联系到了吧？帝家旧部大多散落在西北边境城池地区，这些年我一直在暗中探查，已有了他们大部分的消息。这封奏折递到御前，这封密信发往西北。是。殿下，方才你被冷雨淋着，喝口热茶，暖暖身子吧。殿下，10年的时间真的很长，或许他们都已经拥有了新的生活，或许骆明熙说的，他们都在努力的。只要这些人还活着，他们就无法安心。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死在万里之遥的地方，只是因为皇家的权欲和私心。殿下若是累了，就先睡会儿吧。睡醒了，我们要去的地方就到了。越是靠近青南山，我心里面就越清楚，纵使我穷尽一生，也无法站在他的身旁。我之前所有的努力、坚持、愧疚和弥补，甚至和他经历过的一切，在这8万条人命面前，都太轻，太可笑，太不值一提。来，你也淋透了，拿这个暖暖。其实方才那些话，你大可不必对他说。但有些话，哪怕晚了10年、20年，他都应该听到。你不只是说与他听，也是说与我听。你将你所有的不甘心都说了出来，除了要一个公道和清白之外，你还要他们归还韩家欠帝家的半壁江山。难道你就甘心吗？如果现在我们回到靖南，我们就算再等10年，10年之后，难道靖南的百姓就能过上安乐的日子吗？你姓帝，你应该是那一方水土的庇护者。可是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如果想要夺天下的话，必然除了战争之外，不会再有第2个办法。天下大乱，靖南亦会大乱，你让那些无辜的百姓如何苟活？你不甘心的时候，你可有想过那些无辜的普通人吗？可韩家只掌着江山10年，贪官污吏横行，百姓民不聊生。他韩家早就没有执掌江山的资格，韩仲远也不配做皇帝。人生来或许有家境之别，但我相信，只要通过后天的努力，一定能够改变当下的际遇。我即刻进宫，去向陛下禀明此事。哎，殿下，这个案子几层弯弯绕绕，说不定能扯出多少大官呢？百姓冤情面前，岂容我畏手畏脚？敲钟有何不可？这个案子要告就告到天上去。
韩仲远不配，但是大靖的储君可以。他重百姓，讲情义，胸怀天下，心系苍生。我相信他定会再创一个清明盛世。请英灵排位。一敬。二敬。三敬。请英魂。8万英灵在上，帝释子元，迎钟鼓回京。殿下安排的人最会拿捏分寸。帝子元看到这块令牌，对韩仲远的恨那是更深，与太子之间的嫌隙也就更深了。待他从青南山回来，指不定要在大境翻起怎样的腥风血雨。我的手上已经掌握了西北边境帝家旧部的名单，你即刻将帝子元遇刺之事传讯于他们。这些人本就对韩仲远积怨多年，我们要趁机煽动他们起事。殿下，高明。只是现在仍然缺少一个可以将他们集结在一起的人。殿下，经我多方探查，我终于找到一个可以替代帝家女的人。你一定想不到，这个人究竟是谁？你快说，别卖关子。正是因为世人皆知才蹊跷，因犯案一事，皇家在民间的声誉已然受损。若此时再派刺客行刺子元，那陛下之前所做之事的意义又在何处？他为何不在京城，便以欺君连坐之罪处死子元，而是要下罪己诏，迎忠魂归京？子元，你信我，陛下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。我只信证据，
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方才我和刺客过招，那并不是梅花卫惯用的招式。看身形和武功，倒像是那日在宫宴上行刺陛下的人。可那日宫宴行刺的人不是已经查清楚了吗？是忠义侯的人。可忠义侯已经死了呀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既不是陛下，也不是古余年，在这京城之中还有另外一股势力想要置我于死地？有这个可能。或许他们的目的不是你，而是冲着整个大境而来。大境看似固若金汤，可在京城，天子脚下竟有势力交错。看来他们觊觎大境许久了。你是说北秦？如此看来，这个忠义侯倒是有些可怜，机关算尽，到最后才发现他只是别人手中的一颗棋子，还白白做了个替死鬼。他活该。深秋风冷，烈酒伤身。子渊，今后你有何打算？若你是想回到大理寺，我可以。辞官，回靖南。回靖南。也对。也好，等此间事了，你确实应该回到靖南，毕竟那里是你的家。你想说什么？我原本以为你会愿意继续回到大理寺，和黄埔一起查案，或者是去到刑部，协助骆明熙。若你都不愿意的话，你觉得我会留在京城？我希望你能留在京城。但我知道，这是不可能的了。毕竟京城对于你来说，不是什么值得留恋的地方。子渊，我会向陛下请旨，免征靖南3年赋税。等你回到那里，便可带着靖南的百姓，一起重现昔日光景。那我便替着靖南的百姓，感谢太子的大恩大德。但这并不是对他们的恩惠，而是一种补偿。可是即便如此，这些补偿也不能弥补他们失去至亲的痛苦。此事与你无关，你不必介怀。我只是希望不会再发生当年那般事情。你也要记得你在青南山下的誓言。你说过你会做一个正直清明、一心为百姓的太子，如此才能付得起8万忠魂。绝不敢忘。那我便可以放心的回靖南了。子渊，那年我在苍山之上说过的话不曾更改。
安乐，我能遇见，你会陪我创下大晋盛世，所以我以太子的身份恳请你留在我身边。若你愿意，我不愿。话说，自青南山归京，任安乐与太子竟一路无话。想他当初3万水师求聘，眉杨目斩，连破重案擒贼，知本莫从。谁不想他留在韩烨身边，或为太子妃，或为古功臣，佳话常流传。哎，帝家终得昭雪，只是那任安乐，不，该叫他帝子元了。他眼下又该何去何从呢？至召帝家军，深植忠孝，与朕谋莫帷幄，决胜千里，斩将破军，平定西北，功效犹著。帝大人，陛下让老奴传句话。朕与永宁情同手足，却不想世事弄人。帝子元，朕对不住他。帝大人，陛下还有一件事，托老奴代他一问。陛下问，8万阴魂荣归京城，朕也恢复了帝家的名誉，你心中是否已然释怀？并未。我不愿欺瞒陛下，我心中从未放下。但是我已经不会再恨了。毕竟帝家之事已经尘埃落定，纵然有再多的恨，我无法再挽回家父，还有青南山下8万将士的性命。我只祈愿，这天下太平，万物苍生，不要再发生类似的悲剧。好，老奴这边去回复陛下。有劳赵公公。父亲，我做到了。今日总算是结束了。不过，你刚才说的那番话，是认真的吗？你说的是不再记恨韩仲远那句话？你真的决定了？是啊。此次前来，我就是为帝家翻案。等此事了了，我就并无其他之意了。可你看着韩氏天下腐败不堪，民不聊生，你就真的放心把天下交给韩家？我相信的是韩烨，他定然会和韩仲远不同。你就那么相信韩烨？是，我相信他，他会缔造出一个清平盛世。可即便如此，如今北秦对大晋虎视眈眈，他想要太平盛世也没那么容易。如若他应付不来，你还会出手帮他吗？不会。韩家的江山让他自己来守，以后整个大晋京城，韩家都与我再无任何瓜葛。再过2日，我便回晋南去，这辈子都不会再出来了。明熙哥哥，你会跟我一起回去吗？想必这个时节
长寺花也已经开了。那当然。等我把京城的事料理一下，我就会进来找你。届时我们再一起喝酒、骑马、赏花，好不惬意。情况如何？假刺客的事情已经败露了，他没有上当，要启用另一颗棋子了。什么情况？好像有老鼠，老鼠！哎，我来。是我。文叔啊，云舒，你力气也太大了吧！我以为是老鼠呢，那当然要一击毙命了。你怎么鬼鬼祟祟的，不走正门啊？我怕你们不欢迎我。啊？殿下和安乐姐现在一副永不相见的模样，我怕你们也这么对我。谁说的？他是他，你是你。没被院叔打残吧？我身强力壮，他不是我对手。安乐姐，你真的要回京南吗？你都听说了。我舍不得你们，你能不能不走，留在京城？这京城之中，已经没有什么理由能让我留下来了。殿下呢？那为了殿下，你能不能……小姐，太晚了，您回去睡，我俩陪他。别太欺负他，好好聊聊。好。以后再敢提殿下2个字，我饶不了你。你们都要走了，还有什么以后啊？你是舍不得我们家小姐啊，还是舍不得我们家苑琴啊？都舍不得。我很害怕分开以后，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看你大半夜的过来，可不是为了说这些的。你来了。你受伤了？无妨。来，坐。牢狱条件简陋，你且忍耐几日，我尽快救你出去。你身为公主，尚且能在边塞风餐露宿，我作为你的兄长，为何不能粗茶淡饭了？你到底因何缘故当街杀了左相？难道连我你都不愿说吗？安宁，你为大晋做的已经够多了，不要再趟进这趟浑水里。听我的，你及早离开京城吧，去到能让你开心的地方。你的事情我怎么可能不管？小时候都是你护着我，现在轮到我来保护你了。你长大了，我很开心。但是生在皇家有诸多无奈，万事并非尽力便能如愿。
我理解你，但独自背负秘密的沉重，我更懂。哥，我们是亲兄妹。若是哪天你想与人倾诉了，我一直都在。好，快走。快去吧。安宁，不要和陛下起冲突。身为一国之君，他的无奈只会比我们更多。你放心吧，会有分寸。子元也希望你平安，不要辜负他。寒夜，为何在我每一次下定决心、毫不犹豫走下去的时候，你都会出现？所以温硕已经失踪1天1夜了。是，昨天晚上就没回来。你若是想救我，温硕那儿有一样东西，或许有用。先是左相，然后温硕。骆大人，你寒夜从小性格沉稳，克己复礼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，能让他在皇城内当着众人杀了蒋玉，而且一刻都等不了？更何况，和他寸步不离的温硕突然失踪，这两者怕是有什么联系。温小公子失踪后，千越阁将人府内外、方圆7里都搜遍了，可是还是没有找到。寒夜、左相，还有温硕，我总隐隐觉得此事和子元有关。小姐，如何？果然不出你所料，我按照你的吩咐潜入了左相府，发现这个左相问题大了，我竟然发现了假的梅花内卫令牌。原来真的是左相。本以为一个古云年已经够坏了，没想到背后还藏着左相这只老狐狸。他何止是只老狐狸？我们和古云年彼此算计的时候，倒是成了他眼里的螳螂和蝉。骆大人，是我苑琴。深夜到访，所为何事啊？太子殿下与温公子之事，我或许知道一些线索。哦，当年五柳街之事，世人皆以为是温硕救了太子，其实是太子救了温硕。但那些人便发了疯，提刀弄剑朝我刺来。殿下为了保护我，替我挡下了那一剑。你既然来找我，想必此事并没有告知子元吧？是。那你为何告知我，却对他有所隐瞒？
小姐这些年过得太苦了，如今好不容易下了要回靖南的决心，我不想见她再卷入京城的风波。我想，这亦是大人所愿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带她回靖南的。不过日后有你和月叔陪着她，我也放心许多。时候不早了，先回去吧，免得她担心。是。骆大人，温硕小公子至今还下落不明，他的安危就拜托骆大人了。好。丁郎，你去查一查，当年五柳街温硕在那儿发生了什么事儿。是。你真的要放弃吗？殿下，我每次下到这一步就会下不下去，你分明就是在为难我。既然不想输，就去争取。就这样放弃，你真的甘心吗？啊！殿下，我下这。我输了。你这步棋看似莽撞闯入我的局里，却是大开大合、背水一战之下。不错。殿下，你不是也教过我吗？凡与敌战，若陷于危亡之地，必当激励将士决死而战，不可怀生，则胜。我一定要想办法出去。